刚签完约，小米汽车就官宣国内3大顶级汽车赛事的全赛季总冠名王一博。官宣参赛拿过分站组冠军的 China GT 办了10年，史上第一次迎来总冠名。他捧过亚军奖杯的8小时 CEC 耐力赛，时隔8年重启独家总冠名，就连和 China GT 联办2025收官之战，见证王一博拿下季军的 CTCC， 在时隔7年后拿到了新总冠名。赛车圈真是迎来了属于他的小福星啊！含金量重点是，这不是单站赞助，是从揭幕战到收官战全程绑定 China GT， 甚至直接把名字改成了小米 China GT。有人说这是小米汽车的战略布局，但你要懂一个最朴素的商业逻辑，品牌从来不会雪中送炭，只会锦上添花。一个赛事再专业，没人看，没讨论度，没受众，品牌连看都不会看一眼。小米愿意砸全赛季的钱，是因为中国赛车的商业价值在注意力经济的当下已经被抬到了值得长期投入的级别，而把它抬上来的人就是王一博。所谓注意力经济，说白了就是被看见才配被投资。前赛车圈是圈地自萌，专业到天上去，也没人愿意给你砸钱冠名。现在王一博也来看，比演唱会价格的门票 4.7 万张秒空，单站票房几千万，线上单场直播峰值都有8200万人次。全网关注赛车的女性比例一下子从 12% 飙到 41%， China G 官方都变得有偶像包袱了，从以前直接发车手名单，变成每日官宣倒计时海报，车手定妆照，物料精致到像内娱叉叉之夜叉叉，盛典了，招商也更容易了。嘉实多等巨头也都是第一次赞助中国本土 GT 车队。王一博新赛季甚至自己官宣，红牛5道杠和海利汉森3大品牌开创了倒反天，刚明给品牌发 title 新纪元呢。一些人总爱骂流量，网上说说也就罢了，换这破天的流量给你，谁不想欢天喜地迎上去啊？像海利汉森100年航海无人知，一博上身，全网探索新境一结束，品牌就立马找王一博代言了。官宣不到1年，业绩就提升了 21%。关键是王一博根本不是内娱，哪穿个赛车服拍个大片，看场比赛就立人设的明星啊！他是有专业国际赛车执照，有训练砸钱冒风险拿成绩养车队，真正参与到这个行业里的职业参与者当一个顶流，愿意用这么高的成本，这么大的风险去深耕一项运动，带来的就不只是流量，而是整个行业的破圈。从街舞到滑板再到赛车，他总能把小众文化从无人问津带到大众眼前，让专业被看见，让热爱被传播。这不仅仅是内娱的顶流，这是全维度全领域的标杆小福星啊！你们说呢？乐华娱乐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其位不谋其职，翻看他近3年财报就能看明白，公司年均 90% 的收入都来自艺人经济，可重心规划执行力却全都没有放在艺人身上。2026年乐华娱乐会造星以外，也是一家机器人加 AI 加潮玩的一个综合性的公司，心思反而放在了去艺人化运作和各种副业上。老板本人长期活跃在综艺镜头前，甚至公开说过，我比自己旗下的艺人更火。而所谓的扶持自家艺人，就是拉着他们陪播带货，卖面膜卖螺蛳粉，主业一件没做好，副业倒是样样都要跟风。可就算如此，也没能给艺人带来真正的事业与收入。我有什么问题？火还怪我，又不是我不火，我挺火的。大家总说内娱哪家艺人公司不被粉丝骂，我们纵向横向对比同行就知道，挖机鸡蛙时代、风骏一心、太阳川河每一家都有。但拆开看，靠平台的公司，能给艺人节目与曝光做养成的公司，有成熟体系和固定模式。一心这类有顶级的商务与公关能力，口碑有争议，但关键时候真能为艺人兜底。于正欢瑞这类有制片能力的公司，也有自己投拍影视，持续挖掘新人的核心优势。这些公司就算被骂，至少都有看家本事。可再看乐华早年对标韩圈的练习生模式，在选秀赛道变化后就彻底断掉，公司上市之后基本就是靠着核心艺人支撑市值。陆华总在营销自己命好，可这份命好本质是长期过度依赖韩庚、王一博2位艺人老板上综艺丽人设做网红，公司上市资本价值一路风光。但在这份不务正业的命好背后，乐华旗下几十位艺人的处境却格外艰难。韩庚回国时已是顶流，到乐华之后资源一路下滑，即便作为早期股东，合约到期也选择离开。王一博在没有爆火之前，长期处于放养状态，后来走红也是靠自己一步步站稳位置。就连公司最有代表性的2位标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艺人。当年选秀元年红利下的一批练习生大多被耽误，有出路的都在自寻发展。金子涵在青春有你2代热出圈，回到公司却缺乏系统运营，最终状态下滑，选择退圈。自家打造的女团 Everglow 出道6年，成员长期没有合理薪酬，
公司一句尚未回本便没有合理分成，大批有颜值、有训练的练习生被长期闲置，无戏可拍，没有综艺，没有曝光，眼睁睁错过短剧、直播、短视频所有风口。一个公司90%的收益靠艺人支撑，没有把90%的精力放在艺人身上，反而重心全力偏向去艺人化，转型内娱。这么多公司也真的只有乐华了。真人团体没有做起来，就去做虚拟偶像，虚拟偶像受阻，又去做潮玩，潮玩没有起色，再去蹭 AI 风口做 AI 女团，到现在甚至跨界去投资机器人。那你当初做什么？艺人经纪公司既然吃艺人经济这碗饭，本质就该服务艺人，以艺人为主。明星很多人说乐华是能力不足，可在我看来，这不是无能，是失职。身为经纪公司，不做经纪该做的事，在其位不谋其职，踩着几十位艺人的青春去讲资本市场的故事，去完成自己的曝光与热度，占尽行业风口，却一事无成。这也是我最看不好乐华的一点。本来我不想做这视频的，但3月20日，在王一博腥风血雨舆论场中，乐华娱乐还记得把一条零成本的随口爆料报王一博续约乐华给直接冲上热搜。大家都懂即将发布年度财报，但这种始终不以艺人为中心的做事方式，真逆反到我了。市场其实也不买单，资本市场也已经用行动给出答案，股价还是持续在下跌，周线5连阴，今年年内跌幅都接近20%了。你们说呢？牛啊，王一博又给咱长脸了。刚刚结束的2026巴黎秋冬时装周，他直接以全球第11名的成绩杀进名人声量榜，而且是整个榜单里唯一上榜的中国艺人。注意啊，这个榜可不是刷出来的，是纯海外社交平台的脱水数据，实打实的国际影响力。这个榜单是由权威机构 Unsclusive 发布的，专门统计 Twitter、Instagram 这些海外平台的数据，国内的微博啥的压根不算含金量极高。一共覆盖了234位国际名人，王一博排第11位，不仅是唯一上榜的中国面孔，还是 Top 20里少数几个亚洲艺人之一。更炸裂的是，他代言的3个奢侈品牌香奈儿、Lacoste、罗意威全冲进了品牌声量榜 Top 15，尤其是罗意威，品牌总声量的 1.36% 里，他一个人就贡献了 80%， 约 1.1%， 这带货能力就问还有谁？还没完，这次王一博还干了件大事，他同时出席了分属 LVMH 集团、Moschino 集团和香奈儿集团的3大竞品品牌大秀，而且还是以全球代言人的最高身份。要知道，奢侈品行业向来有竞品互斥的潜规则，能同时亮相3场大秀，简直就是打破100年惯例的节奏。全球首位实现单届时装周3奢并行的艺人，这操作太秀了，外媒直接炸了。法版 Vogue 专门给他发了单人视频，多国版本都在聚焦他的造型。罗意威秀场更是给足牌面1号车专属入场，头牌 CV 品牌高层全程陪同，牌面拉满。海外讨论热度也高的吓人脱水数据显示，他在泰国、韩国等地的热度也力压 K-pop 艺人。海外音乐媒体 Popcore 直接给他盖章，巴黎时装周中国名人影响力第一，靠拍戏捧顶流的时代翻篇了。王一博早就跳出了内娱那套老玩法，自己跑通了一条新赛道。他不是靠剧喂出来的流量，是靠个人IP硬生生破的圈。影视、时尚、体育、商业海外全平台打通，就算你不追，内娱也大概率认得他这个人。说白了，平台想要的是听话的 IP 工具人，但时代真正认的是那种自己能开路的独立 IP。老规则框不住他，别人走的路他也不稀罕走，他自己就是那条路。赛道壁垒全自己重新定义现在的娱乐圈，传统造星那套早就失灵了，观众被算法切成一块一块的，追剧的、看球的、盯时尚的，各玩各的。靠一部剧就想让所有人都认识你，基本没可能。这行业自己也在硬撑，古偶扎堆，角色换来换去一个样，观众早就看腻了。CP 营销来得快，去的也快，热搜还没捂热就凉了。平台把你按在某个类型里出不来，就算出个爆款，也还是在信息茧房里打转。所以王一博这2年有意减少拍戏，不是没戏拍，是对行业变化看得透。他做的是在几个领域同时扎下去，把自己活成不可替代的时尚这块，他一个人同时顶着香奈儿、罗意威、Lacoste 3大顶奢的全球最高 title， 3大集团3个阵营被他破了100年规矩。体育赛道更是打实，一维速签约职业赛车手， GT3 赛场上拿专业成绩说话。英国教练马克韦伯都说他暴雨天跑赛道，那个空间感完全是职业水准。他一来，小众赛事直接带火。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因为他门票卖出 99.2%， 文化输出也没落下。探索新境拿泰利奖金奖，探索频道专门给他做内容，无名热烈。在日韩泰一路破华语片纪录，无名在日本上映，特地选在东京审判纪念日，直接打出文化现象级的效果。商业价值的逻辑也跟着变了，他的个人IP
已经自己长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续签率将近90%。安踏雪花啤酒一合作就是4年往上，他一个人给月华贡献的营收超过60%，品牌找他图的不只是粉丝买单，而是真的能破圈。红牛官宣之后，年轻女性消费者直接涨了3倍，连奢侈品牌都愿意为他改规矩。罗意威破例允许他代言期间接近品，这套模式说到底是把艺人这个身份做成了一个有分量的价值符号，不靠曝光硬撑，靠的是实打实的专业认证、赛车执照、国际奖项，这些硬资质比热搜管用多了，不锁死在粉丝经济里。他的表情包也是全网火出去，很多平时不追星的人也认得他。最关键的是，他不把自己困在单一领域，而是让影视、体育、时尚这些成就互相给养，形成一个彼此赋能的 IP。星系赛车手的身份反哺高端代言纪录片，要帮他打开了主旋律的资源通道。旧时代的规则困不住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打算走别人的路。